百年世仇，塑料兄弟，这句话就是土耳其与俄罗斯最好的写照。17世纪，双方为了争夺黑海出海口，打得头破血流。21世纪，土俄的关系跟过山车一样，昨天还你侬我侬，过2天就开始激情互喷。出现这种情况，土耳其是最主要的原因，一直反复横跳。对于土耳其来说，这是最佳选择，谁给的地大，谁是大哥。对于俄罗斯来说，这就有点不友好了。2015年的时候，土耳其还直接击落了俄罗斯的苏24，但即使如此，普京也是没什么实质性的举动。由此可以得出一个结论，俄罗斯不敢入侵土耳其。2015年11月24日，俄罗斯一架苏24在叙利亚执行轰炸任务，经过土耳其与叙利亚边境时，被一架土耳其 F-16击落。这是半个世纪以来首次有北约成员国击落俄罗斯飞机。普京一怒之下签署总统令制裁土耳其，埃尔多安的态度也很强硬，表示俄罗斯战机侵犯了土耳其领空。他国战机轻微侵犯领空的事件其实相当常见，只要对方的战机没有进入自家腹地，那就一切好说，顶多派架飞机过去伴飞。不过这有一个前提，双方在其他地方没什么争端。但是很明显，土耳其与俄罗斯并不是这样。在2015年，双方在叙利亚问题上是存在问题的。俄罗斯的苏24轰炸的是土耳其支持的武装，这就相当于你打我小弟，我还要给你让道，想得也太美了。于是在苏24入侵自家领空后，5分钟内土耳其向俄罗斯飞机发出了10次警告，要求对方离开。很明显，苏24没有听，于是他没了。这件事发生之后，普京很生气，对土耳其实施制裁，双方关系进一步恶化。有意思的是，等到2016年，俄土反而进入蜜月期。就跟火力军上面说的那样，如果要概括俄土之间的关系，8个字就能解释：百年世仇，塑料兄弟。双方的百年世仇则要追溯到17世纪，当时土耳其还是横跨亚非欧的奥斯曼帝国，俄罗斯则是处于沙皇俄国时期。从17世纪的下半叶开始，沙俄就与奥斯曼帝国成为死对头，双方为了争夺黑海以及周边区域，互相掐了200多年。光是大规模的战争就打了12次，这场堪称欧洲历史上最长的战争，让奥斯曼帝国由盛转衰，成了现在的土耳其。沙俄的日子也不好过，虽然夺了不少土地，但招惹了英法等一众国家，加速了自己的崩溃，成了苏联。也正是有这种世仇，土耳其与苏联的关系一直不怎么样。在二战期间，苏联在反攻德国的时候，顺手控制了保加利亚，距离伊斯坦布尔只有1步之遥。看着这个打了数百年的死对头就在自己脸上蹦跶，土耳其也不服，但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，自己已经不是奥斯曼帝国了，打不过。面对苏联的威胁，土耳其能做的就只有一个，找大哥。当时的国家中，大哥是谁一目了然，美国。在跟着美国参加几次冲突后，双方成为一起扛过枪的关系。土耳其在1952年顺利加入北约。苏联解体之后，俄土关系也不行，一直到21世纪才有所缓和。这段关系一直持续了11年。等到叙利亚危机爆发，双方又闹掰了，之后更是出现了土耳其击落俄战机的事情。结果到2016年，俄土反而进入蜜月期，原因也很简单。2016年7月，土耳其内部的一个军事组织趁着埃尔多安休假，想要发动政变。结果这事儿被俄罗斯知道了。在政变爆发的几小时之前，普京把这份情报送给了埃尔多安。正因如此，埃尔多安才有充足的时间应对，并顺利镇压了参与政变的士兵。这事儿出现之后，土耳其看到了俄罗斯的诚意，双方关系急速升温，并开始疏远美国，堪称身在北约心在俄。当时的土耳其还不顾美国与北约的威胁，坚持采购俄罗斯的 S-400。不过在国家层面上，区区救命之恩不值一提。土耳其与俄罗斯交好，不是要抛弃北约，拥抱俄罗斯，哪个更有前途，傻子都能看出来。当时的埃尔多安主要是想利用这种关系捞好处。事实证明，这的确有用。在经济上，因为土耳其西管道的存在，土耳其捞了一大笔资金。天然气从自己的地盘过，总要收点过路费。眼看双方关系变好，俄罗斯中上层也加大了土耳其投资。利用这种关系，土耳其还拿了一个核电站援建项目，解决了自家的用电问题，赚得盆满钵满。与俄罗斯的关系，那只是权宜之计罢了。乌俄战争爆发后，双方关系似有似无。虽然美欧对俄罗斯展开制裁，禁止购买俄罗斯石油，但土耳其还是我行我素，直到影子舰队被制裁，这才消停下来。
这不是土耳其要支持俄罗斯，而是价格便宜，在这薅羊毛呢。乌俄战争开始前，土耳其就否认克里米亚属于俄罗斯，还向乌克兰交付了420套军事设备，其中包括 TB2。言外之意就是击沉莫斯科号，土耳其也出了一份力。不过即使如此，美国也不想看到这种情况，石油再便宜，俄罗斯也有的赚，加上芬兰、瑞典要加入北约，美国就向土耳其施压，赶紧抛弃俄罗斯。对此，土耳其表示，那可是我的挚爱亲朋、手足兄弟，得加钱。于是2023年土耳其地震那会儿，美国拿着110亿至130亿美元的援助砸向土耳其，并解除了对土耳其 F-16 的限制，甚至 F-35 都能考虑。这一套操作下来，给土耳其整不坏了。美国这是真好啊，于是果断选择接受，抛弃俄罗斯，并公开支持乌克兰加入北约。至于心理负担，那是什么？听都没听过。这种反复横跳还击落自家战机的事情让普京很生气，但是没办法，土耳其再怎么搞，俄罗斯也不敢动手。黑海那边一共就6个国家，分别是俄罗斯、土耳其、乌克兰、格鲁吉亚、保加利亚、罗马尼亚。后三者的实力较弱，基本可以无视，就剩俄罗斯、乌克兰和土耳其。乌俄战争开始之前，俄罗斯部署有黑海舰队，加上世界第2的名头还有用，在外人看来，俄罗斯才是那个老大。但乌俄战争爆发后，俄罗斯的实力暴露，黑海舰队被打成了海底舰队，这一下就让土耳其看清了，这是黑海上的老大吗？我上我也行。可以预料的是，俄土战争一旦爆发，土耳其会立刻封锁土耳其海峡，没有一丝犹豫的那种。这地方是连接黑海与地中海的唯一通道，由博斯普斯海峡、达达尼尔海峡和马尔马拉海组成。1936年的蒙特勒条约规定，黑海国家平均自由通过海峡，非黑海国家军舰吨位和停留时间都有限制，交战国军舰不能通过土耳其海峡。平时俄罗斯对外出口小麦等粮食作物都要经过土耳其海峡。一旦土耳其选择封锁海峡，黑海舰队就被彻底封锁，出口粮食不可能，此路不通。在军事层面，俄罗斯也丧失了对地中海以及全球海域的投射能力。如果从巴伦支海、波罗的海或者鄂霍次克海出发，然后跑到地中海这边，所消耗的时间、精力都太多了。对于当前的俄罗斯来说，这是绝对无法接受的。叙利亚那边的基地没了就算了，还能在其他地方找一个，但黑海都出不去，一切都白搭。在欧亚都不欢迎自己的情况下，俄罗斯本来想扩大自己在非洲的影响力，土耳其切断海峡后，这也只能是梦里实现了。咽喉要到，受制于人，即使土耳其吃自己拿自己的，俄罗斯也不敢动手。并且土耳其还是北约成员国，敢打就是群殴，俄罗斯也没那个能力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俄罗斯对土耳其的政策就是不可打、不能打，更倾向通过能源交易与武器销售维护双边关系，避免将土耳其彻底推到美国那边。当然，即使排除以上这些因素，仅考虑军事层面，俄罗斯也不敢入侵土耳其。土耳其可不是软脚虾。这张图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印象？格拉西莫夫的微笑。2018年年初，土耳其与俄罗斯关于叙利亚问题进行谈判。在谈判桌上，土耳其军方代表向俄罗斯表示，请你们立即停止对叙利亚政府军的支持，否则我们将对你们的军队采取行动。结果格拉西莫夫笑了，谈判现场的绍伊古等人也跟着笑了起来。格拉西莫夫的笑很有感染力，虽然什么都没说，但好像又什么都说了。火力军估计，格拉西莫夫当时的想法应该是，一个小小的土耳其威胁我这个世界第2，这不搞笑吗？当时俄军还没闹出一系列笑话，各大媒体对世界第2也没什么意见。不过乌俄战争爆发后，俄军的底裤被撕了下来，曾经那个微笑男孩现在已经不会笑了。以俄罗斯暴露的实力来看，土耳其自己的军事力量已经足以抵挡俄罗斯的入侵。问题来了，如果俄罗斯与土耳其爆发冲突，战局会如何发展？结果又是如何？俄乌战争打到现在，俄罗斯的伤亡已经接近100万了，装甲车辆损失上万辆。俄罗斯入侵土耳其，结果只会更惨。在2025年全球火力指数排行榜中，土耳其为第9名，比德国、波兰都要强，实力远超乌克兰。按照战争的进程来看，俄土之间的冲突一定也是由空袭拉开序幕。那么土耳其能挡住俄军的袭击吗？这就要看俄罗斯手里有没有后手了。在俄土关系升温的那一段时间，土耳其原本能购买爱国者3，但最终还是购买了 S-400。按照土耳其的说法，在接受 S-400 之前就已经接受了培训，正式启用之后，俄罗斯人碰都别想碰，并且自己更换了 S-400 的敌我识别系统，地面探测雷达也换成了国产。
言外之意就是 S-400 完全处于土耳其的控制之下，不会有任何隐患。但问题在于，这些 S-400 有没有问题，土耳其说了不算，俄罗斯说了算。把武器卖给土耳其之前，俄罗斯就应该把所有的变量都考虑了，包括土耳其反水，把防空系统送给美国研究等等。土耳其提前进行培训，俄罗斯无法通过物理手段干预 S-400，但不排除技术手段。一旦爆发冲突，俄军就会使用匕首、伊斯坎德尔、KH-101等导弹对土耳其的一些战略要塞进行攻击。如果俄罗斯有能力干扰土耳其的 S-400，那么仅靠土耳其剩余的防空系统，虽然可以应对俄军空袭，但效果恐怕不会太好。苏34与 KH-101 不在话下，但土耳其的西萨尔系列拦截高超音速目标能力还有待验证。如果 S-400 可以正常运作，我们就能看到俄制防空系统应对俄制导弹了。只是不管怎么说 ，S-400 都是俄制，哪里有问题，俄罗斯一清二楚，或许会发动针对性袭击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土耳其的拦截率大概率不会很高。如果换成爱国者3，那就没那么多事了。经过第一波空袭后，俄罗斯不可能摧毁土耳其全部的机场、雷达，下一步就是夺取制空权。作为北约第3大空中力量，土耳其空军的实力仅次于英美，唯一的缺点就是没有五代机。美军研发 F-35的时候，土耳其也掏钱了，只是因为购买 S-400 的缘故，美国认为俄罗斯会利用 S-400 侦测 F-35的雷达频率，就终止了土耳其购买100架 F-35 的订单。这就导致土耳其空军的主力依旧是4代机，其现役237架 F-16，其中包括180架 F-16C、57架 F-16D。除了 F-16，土耳其还有几十架 F-4，火力军只能说战机挺多，但没有绝对性的压制力。没有 F-35，其国产可汗战机2024年才完成首飞，在2030年之后才会量产。从这个角度来看，俄土天空的制空权大概谁都无法掌控。俄罗斯的苏57虽然也被称为五代机，但性能如何大家也都知道。加上在乌俄战场之上，苏57的出动频次堪忧，生怕被击落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想要攻城略地，那就要地面部队出场了。不过土耳其与芬兰、波兰不同，与俄罗斯没有陆地接壤。如果爆发冲突，或许会在高加索地区进行，也就是亚美尼亚、阿塞拜疆以及格鲁吉亚。格鲁吉亚原本就不服俄罗斯，双方在2008年还爆发了冲突。在纳卡冲突期间，俄罗斯支持亚美尼亚，土耳其与美国支持阿塞拜疆。不过在2024年，纳卡冲突以阿塞拜疆的胜利结束，双方在2023年爆发军事冲突。作为亚美尼亚的保障国，俄罗斯不仅没能阻止阿塞拜疆，还在关键时刻保持沉默。这里或许有亚美尼亚逐渐偏向美国的缘故，但俄罗斯的态度无疑是将亚美尼亚推向北约。可以说，现在高加索地区上的3个国家都与俄罗斯没什么关系，所以俄土爆发冲突后，该地区或许会成为地面部队的决战点。土耳其会通过阿塞拜疆开辟新战线，进攻俄驻亚美尼亚待军事基地，比如九姆里的102军事基地。虽然在2023年的纳卡冲突中，俄罗斯没出什么力，但驻军本来就是为了抵御土耳其，自然不会撤退。其部署有5000名俄罗斯士兵，坦克、步战车、防空以及空中打击能力一个不缺，算是具备完整的作战能力。土耳其的陆军实力不差，如果波兰没有疯狂军购的话，第2其实是土耳其的，其实力稳居世界前10。40万的兵力，超过2000辆坦克，不考虑履带式坦克，其装甲车辆的总数超过6万辆。乌克兰要是有那么多装备，早就一路平推到莫斯科了。不过土耳其陆军的问题与俄罗斯一模一样，装备太老了。其豹 2A4、豹 2A5 系列大概有300多辆，仅部分升级主动防护系统，剩余的则是 M60A3T-TS 与 M48 系列。虽然无法应对 M1A2、SAPV3 这种新坦克，但还是能报答 T72、T62 以及 T55 这种老坦克。其最新的阿尔泰坦克2025年8月才会交付首批，现在还无法派上用场。火炮、火箭炮这种远程火力，土耳其也是一个不缺。自行火炮800门，牵引式火炮1280门，火箭炮222门，主力则是 T155 以及 M270。打肯定是能打的，从乌俄战场的经验来看，地面战场之上，无人机才是最好用的。在这方面，土耳其算是世界顶尖，毕竟舰载机都要上无人机。就目前来看，中空长航时无人机有 TB2， 攻击性无人机有卡古2、红苹果等，实战效果已经得到证实。实在不行，也可以从乌克兰那边拿点。叙利亚那边或许也会爆发冲突，比如伊德利布省决战，不过可能性很小。
叙利亚新生政府倒向美国，与周边的阿拉伯国家都有联系。如果俄罗斯不想被群殴的话，高加索地区是最好的选择。就实力来看，如果俄土双方爆发大规模冲突，会在高加索地区展开消耗战。这种结果俄罗斯无法接受，土耳其海峡那边还有问题。就跟上面说的那样，如果爆发冲突，土耳其将第一时间封锁博斯普鲁斯海峡和达达尼尔海峡，切断俄罗斯黑海舰队通往地中海通道。俄军将发动海空联合攻势，试图突破封锁，包括潜艇突袭、导弹打击海峡沿岸雷达站。但海军这边，黑海舰队真的有用吗？即使在乌俄战争之前，俄罗斯恐怕也干不过土耳其。土耳其海军唯一的弱点就是战略投送能力存在短板，战力上没有什么问题。比如阿纳多卢号，世界首艘无人机母舰，加吉安泰普级、巴巴洛斯级战力也不弱，装备有 MK41 垂发、鱼叉，还有岛级护卫舰等。潜艇则是以德制常规潜艇为主。在2025年1月，土耳其国防部表示启动国产航母、国产潜艇以及 TF2000 驱逐舰的建造工作。不是火力军看不起俄罗斯，就战力来说，一艘阿纳多卢号加上岸基反舰导弹就足够打击黑海舰队了。乌克兰那边仅靠无人艇与无人机就给黑海舰队打残了，土耳其也可以。黑海封锁之后，俄罗斯在地中海和非洲的部署全部清零。就结果来看，土耳其没办法一直打到莫斯科，而俄罗斯也无法取得胜利。早在土耳其击落俄战机时，就有国际军事机构做过预测，俄罗斯很可能会因为持久战而拖垮国家。这也是为什么俄罗斯一直不敢入侵土耳其，这可不是随便说的。土耳其的战争潜力很强。土耳其与北欧那边的国家不同，其人口达到了8000多万，即使不进行全民皆兵的政策，也足以应对俄罗斯的进攻，武器装备也能满足战争所需。在军工领域，土耳其不想一直受制于人，在引进武器装备时，喜欢打包引进生产线和相关技术。在购买 F-16 时，就同步引进了生产线。阿纳多卢号2栖攻击舰也是在国内生产，而不是直接买成品。最直接的证据就是土耳其的武器出口额与国际市场份额不断增加。土耳其2024年的武器出口额达到了71.54美元，较上一年增长了 29%， 在全球武器出口中的排名上升至第11位。土耳其的武器主要销往中亚和中东地区，波兰与葡萄牙也成了其新进的军火买家。外销产品包括 TB2 无人机、岛级护卫舰、ACV-15 等。土耳其的发展情况与印度还不一样，印度是建造到一半就没戏了。土耳其这边进度虽然缓慢，但好歹还是一点点的推进。T129、阿尔泰、T155、可汗等项目都是如此。如果再等个几年，土耳其这些在建装备全部入役，那战场情况就不好说了，攻入俄本土也不是不可能。总的来说，如果俄土爆发冲突，凭借着俄罗斯的核威慑与战略纵深，土耳其没办法打到莫斯科。但如果是长期冲突的话，土耳其反而占据一定的优势，其本土军工产能，比如 TB2 无人机加阿尔泰坦克，要远超受到制裁的俄罗斯。俄罗斯黑海贸易瘫痪，或许会导致能源收入暴跌，甚至会失去土耳其西天然气枢纽，最终结果就是被战争拖垮。当然，对于俄罗斯来说，也不是没有获胜的可能，只是达成条件很难。比如在开战之初就摧毁土耳其空军，并夺取海峡控制权，但基本不可能。这一系列因素导致俄罗斯不敢也不会直接进攻土耳其，即使双方有矛盾，也可能是通过代理人解决。好了，这期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。各位觉得俄罗斯不敢入侵土耳其还有什么原因？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，大家一起讨论。喜欢的话不要忘记点点关注。我是火力军，下期见。